拜登终于宣布退选啊，民主党是不是也松了一口气？王先生怎么看？我觉得民主党很难说松了一口气啊。如果说松了一口气，可能是说觉得随着拜登的退选，他本人的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包括他的高龄、他的反应的这个迟钝，但是他留下来的遗产，他的继任者还是要去面对，包括现在美国的这个通胀的问题、移民的问题。我们6月份在美国调研的时候，民主党内的一些这个精英，包括智库的精英，一致的跟我们讲，民主党没有 B 计划，没有替代拜登的这个计划。所以在这么仓促的时间内，你推一个新的候选人上来，那么从历史经验看，从正常的逻辑看，可能会给民主党带来更大的灾难。在对战特朗普方面经验不足的问题，包括怎么样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新的真正的把民主党团结起来的问题因为毕竟拜登他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支持者的党内呢也不是完全一边倒的这个认为拜登就是不行，所以呢继任者其实摆在目前最关键的任务还是要尽快的能够把这个民主党能够团结起来。哈里斯他真的能够团结民主党跟特朗普一决高下吗？哈里斯其实他没有经受考验，他如果把他推到这个第一线跟特朗普去决战，也许他其实败得更快，他的个人能力包括他的管理团队的能力其实是有比较大的问题的，他也没有那种很强的政治经验。就是如果由哈里斯出战，最后又败了，怎么向民主党交代？那因为现在拜登退了，那朋友们说拜登跟特朗普竞争谁赢谁输不知道，但是你上去你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我觉得其实现在去顶上去，如果他赢不了特朗普，就不要去顶上去，顶上去只会其实有可能会对他长远来说可能更加不利的一个结果。民主党党内呢，其实还是有几位青年才俊的。拜登退了，会形成多人争位这样的一个局面吗？还是说无论如何还就只能是哈里斯来出战？程先生怎么看？这个多人争位的这局面虽然不排除，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小。我们都知道，现在民主党所面临的问题是内部的这种纷争，内讧，所以当务之急无论对民主党的高层还是对民主党的普通党员，是要团结，尽可能减少我们内部的这种竞争。拜登已经退选了，这意味着特朗普的竞选形势也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这样的一个变化，会带来什么？因为拜登的他的整个选举的策略的核心是说这个把特朗普放在靶心，就是这个人多么不靠谱，所以你们要选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换掉拜登对民主党的伤害是没有那么大，因为他们这些人的所有的目的是不让特朗普上台，阻止特朗普上台。一部分民主党对民主党的这种选举年的这种混乱失望的话，如果他们减少投票，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对特朗普可能是有利的。我相信特朗普是一个他是应急能力非常强的人，他知道怎么去应对这种局面。拜登宣布退选后，特朗普在第一时间就回应拜登退选。他毫不留情地抨击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还表示击败哈里斯比击败拜登更加容易。而他自己则刚刚第3次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当地时间7月18号，右耳缠着白色绷带、打着标志性红色领带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遭遇未遂刺杀5天后，出席了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时长约92分钟的最长提名演讲，刷新了他自己在2020年创下的75分钟的记录。整篇演讲稿，特朗普不惜撕了重写，很多内容由他本人亲自操刀。不出意外，开场头20分钟，他详细描述了遭遇枪击的整个过程。有现场的记者披露，当时现场安静的连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过程中，台下观众神情哀伤，甚至有人眼中含泪，这也是特朗普所有演讲中罕见的一幕。此外，他也重点谈了通胀、移民等问题，并多次呼吁美国人要团结。此外，这次共和党大会也正式确认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和特朗普搭档，一起开启他们的竞选白宫之路。
针对拜登宣布退选，特朗普认为下一场原定于9月的电视辩论应当重新安排，主办方应当由美国广播公司改为一直支持他的福克斯新闻。20号，特朗普在密歇根州举行竞选集会时，曾用疯狂形容哈里斯，原因之一就是他总在公开场合莫名其妙哈哈大笑。据爆料，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也早就在准备哈里斯的黑材料。哈里斯大概率代表民主党出战，美媒也开始想象，届时当特朗普这位重罪犯面对哈里斯这位前检察官，会是怎样的光景 The amazing thing is that prior to the shot, if I had not moved my head at that very last instant, the assassin's bullet would have perfectly hit its mark, and I would not be here tonight. 下足功夫，为特朗普压轴演讲暖场的美国著名前职业摔跤手浩克·霍根肆意力挺特朗普，嗨翻全场。政治圈外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的总裁达纳·怀特则直接大赞特朗普是硬汉，将气氛烘托到位。I'm in the tough guy business, and this man is the toughest, most resilient human being that I've ever met in my life. 外界注意到，演讲中特朗普的画风一度很不特朗普，甚至打起团结牌，声称所有美国人命运相牵，无论什么党派、什么族群，每个公民都要伸出忠诚友谊之手。特朗普在演讲中将政策重点放在了通胀、移民和外交3方面问题上。于是，演讲后半段，特朗普还是转回到对民主党的猛烈抨击。Under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we are indeed a nation in decline. We have an inflation crisis that is making life unaffordable, ravaging the incomes of working and low-income families, and just simply crushing our people. 美国的历史也表明，政治家不一定能成功地将暴力袭击引起的同情转化为选举胜利。1981年里根遇刺后的支持率在几个月内从60%涨到68%，但由于距离中期选举时间太久，里根所属的共和党最终仍然失利。因为美国的政治极化严重，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的基本盘都比较稳定，因此呢，现在的问题是要看中间的摇摆选民他们会如何选择，他们是更看重候选人本身的健康程度和能力呢，还是会更看重其背后的团队的治理能力以及他代表的党派。观察指，自2016年以来，共和党的选民结构进一步老龄化、白人化、男性化和极端化的问题严重，基本盘日益萎缩。特朗普选定年仅39岁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作为竞选搭档，就是为了破局的新尝试。分析指出，万斯作为昔日反特斗士，如今摇身一变成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也会将其出身铁锈带、硅谷风险投资家、娶少数族裔为妻等标签带入特朗普阵营。深圳卫视注意到，万斯在演讲中为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阶段设定了战线。他将民主党人描述为被全球企业界收买的精英，将共和党人描述为美国被遗忘的社区和蓝领工人的政党。在万斯不到40分钟的演讲中，批评了拜登11次。For half a century, he's been the champion of every major policy initiative to make America weaker and poorer. 万斯还比较年轻，所以如果万斯未来还想继续
在政治上有所发展，他就需要去获得特朗普的信任，并且和特朗普的小团队能够相处融洽，否则他很容易被边缘化。其实，在拜登宣布退选后，万斯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拜登结束竞选连任，他将如何证明自己继续担任总统是正确的。万斯还称，拜登不竞选连任将明确证明特朗普对拜登精神健康状态不足以担任总统的说法始终是正确的，没有中间地带。相比于2016年、2020年，我们看到特朗普在政治上似乎确实变得更加成熟一点了。王先生能否认同这一点？您如何来看待特朗普这8年的变与不变？特朗普他现在的身份跟8年前甚至4年前比，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他正在从华盛顿政治的这个圈外人，变成了一个共和党的重塑者。这本质上反映出来，他其实对于他自己的这种影响力。或者说他从一个圈外人逐渐的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央，感到一种越来越自信。第二个就是说，他现在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通过一种激进的方式，或者说非常反建制的风格来去这个冲击既有的政治结构，因为他已经做到了，因为他已有的这个铁盘非常的稳固。那么怎么样来在这个基础上去进一步的扩大共和党的选民基础，进一步的去让他这个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运动能够持续下去，带来更大的影响，我想这个是他要下一个阶段要考虑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这是变的部分，但当然也有不变的。那么我觉得他的底色，所谓的美国优先、民粹主义，或者是他所反复呼吁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他的基本的政治理念和这个执政的风格，我想是不会产生任何变化的。特朗普遇到袭击之后呢，很多人认为美国大选局势似乎是在趋于明朗。那么一些亿万富豪以及这些科技界的精英是否已经开始压住特朗普了？如果是的话，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支持特朗普呢？周先生，对，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实际上，像这种硅谷的精英啊、互联网巨头啊这些富豪吧，他们长期是支持民主党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同民主党的价值观。但是呢，这就是价值观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经济利益。因为这个拜登的政策，他是要增加政府的开支，他就需要增加收入，所以他想的是给这些富豪这个向他们开刀，他甚至想对所有那个资产1亿美元的以上的人，要向他们征收25%的税。那正好特朗普呢，他正好相反，他是要给他们减税，而且特朗普上台以后，他有可能要永久性的，就是要把这个对企业的这个所得税从35%降到21%。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变化，就是那些传统上非常支持民主党的人，他们现在对特朗普的支持在显著增大，但是也不能说他们都变了，应该来说是至少有一小部分吧，他们在发生变化，还有一部分在相对中立。我补充一点呢，就是还有一个，他这个在这个总统大选当中啊，这些富豪可能认为特朗普胜选大一些。所以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的这个赌注放到一个 winning house， 放到一个赢的这匹马上，而不是放到一个输的这匹马上。恐怕这也是一个非值得重视的一个因素。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副手参选，这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这位身段柔软、前后不一的人，是否也容易招致民主党的攻击？特朗普是不是也是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潜在的软肋？万斯的话，他的履历比较亮丽亮点很多他当过兵，爱国没问题做过参议员也没问题，但是他有很明显的缺点，他没有州政府、联邦政府工作的这个经验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另一个方面，因为他不是全国瞩目的这么一个候选人。这个他的政敌对他过去的经历这个进行仔细审视可能没有做如果他的经历能够经受住这样的审视不，这要打个问号。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总统选举过程当中，经常出现过叫做10月惊喜，叫 October surprise， 也就是在10月份，民主党说不定挖出万斯的这个有爆炸性的黑料，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遇袭之后呢，特朗普的声势大涨，行情看好，很多人都认为呢，特朗普已经稳了，他真的稳了吗？我本人其实一直都认为是今年特朗普赢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因为，实际上，这个民主党要想这个在大选当中，这个赢的话，他不仅要比共和党的候选人民调要领先，而且他要领先3个百分点以上才比较有把握。在2016年，这个希拉里本身是领先的嘛，但他是输了。其实这个是跟两党这个选民的分布有关系。那现在你更不用说，你还落后共和党候选人。所以其实现在民主党压力是很大的，那么所以这个这种压力呢，我想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其实就是反映到中西部袖带的3个制造业集中的州：威斯康星、密歇根、宾夕法尼亚。那么恰恰万斯呢，他是袖带出身的，刚才提到的如果民主党不能把这3个州全部拿下的话，他肯定会输。3个州全部拿下，我们经过计算是正好270张，那所以大家就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了。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称，就在拜登宣布退选的当天，泽连斯基就发文称尊重拜登退选的决定，感谢他在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时刻支持了我们的国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则在其社交平台上表示，俄罗斯不会干涉美国选举，拜登退选后下一步应该调查美国媒体和政界隐瞒其精神状态真实情况、操纵舆论以及背后的一些阴谋。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也发表评论称，拜登的退选对泽连斯基和欧洲来说是黑暗的一天。如何应对俄乌冲突等危机，毫无疑问是外界对于美国大选影响的重要关注点。对外政策上，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特朗普称：“我会结束本届美国政府制造的每一场国际危机。”7月19号，特朗普就与泽连斯基通了电话。特朗普评价这是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声称他已经向乌总统承诺，如果他重返白宫，将结束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不过，还是没有说明他会如何结束。泽连斯基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他愿意与美国任何执政者合作。但如果特朗普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与白宫新团队打交道将是艰难的工作。另据《纽约时报》网站报道，18号在英国布莱尼姆宫举行的第4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欧洲领导人心情极度焦虑，因为他们得知万斯已经被特朗普选为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强烈反对援助乌克兰，甚至公开建议乌克兰赶紧割地求和。英国政策交流协会外交政策负责人索菲亚·加斯顿则提醒，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作为欧洲安全事务的主要参与者，需要采取行动证明乌克兰的未来仍在掌握之中。值得注意的是，7月8号，美国共和党发布2024年竞选纲领草案。与特朗普此前的竞选纲领相比，今年的纲领草案只有16页，针对许多关键议题也只做了有限阐释，很少提及政策细节。比如在外交政策方面就缩水严重，2016年版的竞选纲要几乎覆盖了全球所有的热点区域，世界警察的意味浓厚。而2024年版的纲要中只提到了欧洲、以色列和印太地区，而且仅几笔带过，明显反映出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转向。现在呢，欧洲很多的政界人士都已经在担心，一旦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将发生改变，尤其是美国有可能停止或者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王先生，据您观察，欧洲是否已经在提前为特朗普的当选做准备了？不如说，欧洲已经开始为特朗普2.0的到来而提前焦虑了。那么，特朗普宣称他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解决俄乌冲突。但是在他的欧洲盟友看来，这意味着特朗普可能会放弃乌克兰，甚至放弃北约。那这个对欧洲整个的地缘政治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想，现在他们所探讨这些问题，其实就是集中的反映出来他们这种焦虑啊。另外呢，我也注意到最近这个北约的这个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啊，最近在安抚这个欧盟的国家，说，特朗普第2任内也不必然意味着北约的死亡。那其实这种说法就反映出来，欧洲很多国家在担心，会不会北约真的就被这个特朗普给搞死了啊？所以我想，这个对于欧洲的冲击确实会非常大。在经贸领域，欧洲国家也要准备好啊，与美国之间呢出现更多的围绕贸易问题的这种纠纷摩擦，甚至是贸易战啊这样的情况。您怎么来看待
这个特朗普的对华态度？无论是民主党的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的竞选班子，他们的对华政策上面越来越趋同啊，他们很难我们说提出这个有别于对方的一个新的对华政策。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指责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软弱无效，所以我们可以这个看到这个一旦特朗普当选，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占据最为突出的这么一个地位。从这个特朗普在共和党这个代表大会的演讲看得很清楚，他的总体的外交政策的理念和取向还是战略收缩，他想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所谓的美国优先美国自己的事情，不太愿意在外交政策上付出过高的这个战略成本。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想他其实在这个党代会的演讲当中呢，在涉华的部分，重点还是谈到的这个经贸问题，拿了这个新能源车作为例子。可能如果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又会回到这个经贸议题这个经济议题上来。我更倾向于认为，他会把对华政策作为服务于让美国再次伟大，服务于他推动产业回流，服务于这个美国的经贸利益这样的一个议程当中的一部分。离美国大选投票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特朗普毕竟还没有赢，但是呢，特朗普的效应现在看呢，确实已经提前到来。3个多月之后，无论谁赢，这3个多月恐怕都是一个宝贵的窗口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好这个窗口期，以争取未来更有利的态势呢？我想第一个就是说，能不能利用这3个多月的窗口期，最大限度的把这个去年11月份这个中美2国元首在旧金山达成的一系列的共识能够继续的落实，包括能不能争取创造一些更正面的遗产进而呢为未来可能的不确定性呢这个进行准备，包括进一步推动中美人文交流，能够厚植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社会基础。这样的话，不论未来在政治层面会出现什么样的不确定性，我想起码中美之间这样一个纽带能够维系下去，能够抵御一些政治上的风险。包括我们看到特朗普第1任期内中国跟我们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跟这个欧洲的关系都是不错的。所以我想，能不能借这样一个窗口期，能够这个重新的巩固这个在除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个对华关系，那么以此呢，同样也是更好的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